大家好，我是曲哥。今天咱们来聊聊电商征收这个话题，电商税收这个问题。说实在的，电商税真的很难完全收起来。有人说5年之内电商就能实现全面纳税，我只能说这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几乎不可能实现。再夸张点，有人甚至说几十年内能收起来，这简直是扯淡。很多朋友都在讨论这个事情，说电商要开始纳税了，搞得大家都心慌慌的，怕这怕那。可我们实话实说，近5年内实现全面纳税是不可能的，不管你信不信。很多做实体店的朋友一听说电商要纳税了，就感觉自己的春天要来了。实体店的税收到现在，你觉得大家弄清楚了吗？很多人可能会问，那电商不是一直都在纳税吗？什么时候说过电商不纳税呢？是的，但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中小卖家并没有纳税，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不要看见某个政策一出来就以为一定会如何如何，政策出台的多了，但严格执行的又有几个？这么多年下来，你去算算有几个真正执行的？如果真的严格执行电商纳税，我双手双脚支持，毕竟曲哥之前也干过一段时间的电商，干得一塌糊涂啊。我也希望整个电商市场变好，当然前提是这个行业要朝气蓬勃，消费升级趋势明显。大家都现在都消费降级了，大家都能赚到钱，这样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但现在关键是中小商家也没钱赚，商家也在内卷，打价格战。如果大家严格执行税收，99%的中小商家会死得很惨。有人说电商商家都很慌，实际上最慌的根本不是他们，而是平台。你敢严格执行税收，某些平台可能就直接关门了。比如说某多多，你不让他玩性价比，它的股价能撑得住吗？冻结保证金1块钱包邮，现在有这么多的假货，这些问题搞明白了吗？严格执行税收政策很简单，直接查你支付宝后台的账目流水就一清二楚了。但为什么一直没这样做呢？因为如果这样做了，多少人会失业，多少人会没有工作，这反而给国家添麻烦。目前电商不可能完全要求你登记纳税的，一刀切的政策根本行不通。如果严格执行，那就很简单，直接查支付宝的账目流水。可现实是，后台经常提醒你该登记了，但从来没有强制你去这么干。这个后台操作更像是甩锅，提醒你去不去不关我的事。电商目前不可能全面登记和纳税，也不可能一刀切的搞下去。说到镜像发票，我们做电商的都知道，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镜像发票。你去进货，你问人家要发票，人家理你吗？整个电商上下游都是很不规范的。其实你在线上阿里巴巴去进货，你跟人家说要开发票，人家会要你多付出进货价，加个3%、17%的增值税，你付得起吗？淘宝基本上是不交税的，天猫如果申请了才交。多多啊、抖店啊、直播电商都是这样子的，按照账面上去看，大家都没问题。但如果按照支付宝流水去查，99%的人都得完蛋。现在来说一下，淘宝的企业店和个体户的区别。如果你是年营业额不超过10万元，你该吃该喝不用担心，但超过10万，你就得工商登记。这里的10万不是一家，而是如果你开了10家，每家2万，总共就超过了10万，那你就得去登记。登记时有2个选项，一个是个体户，一个是公司。个体户无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个体户赔钱时能赔到你倾家荡产，公司是有限责任的，只能赔偿到法人。如果不登记被逮到啊，就是5%到35%的一个税率。又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年营业额180万以内的免税，这是疫情带来的优惠政策。超过180万得交3%的税，免税不是完全不交税，还有企业的所得税。一般纳税人不适用于普通发票。企业所得税是扣除各种成本和推广费用后的利润税，100万以内的交2.5%，100到300万的交10%，超过300万的要交25%。个体户没有企业所得税，但有个人经营所得税5%到35%。很多人为了减少税收，会找各种办法，比如多请几个员工，甚至把家人都当员工，增加支出。还有就是出去旅游啊、吃饭喝酒、各种开票，这些都是为了减少税收。
企业或者天猫店肯定要开发票了。现在个人 C 店也要开发票，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没有票据了。最后说一下这个补单的问题啊，补单是电商中常见的操作，都得补单。但如果把补单算成管理成本之一呢，这就很有意思了。总的来说，电商纳税的问题是非常的复杂，实现全民纳税是不现实的。电商税收政策的实施为何如此困难？这里涉及到多个层面的问题，从政策制定到实际操作，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首先，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变化速度远超传统行业，政府政策的制定往往就跟不上行业的一个发展。其次，电商平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增加了监管难度，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运营模式和商业策略，一刀切很难实现统一的税收政策啊。我们再来看看传统企业和电商的对比。传统企业的税收相对透明，监管较为容易啊。企业有实体店面，有固定的账目，税务机关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稽查。而电商则不同，很多电商卖家没有实体店，交易都在网上，账目也比较的隐蔽。即使有账目，电商的销售额波动较大，虚拟商品、跨境电商等新兴业务更是增加了税收监管的难度啊。传统企业要交的税收种类繁多，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而电商平台上的卖家，特别是小卖家，很难按照传统企业的税收方式进行缴税。很多小卖家甚至连基本的税务知识都不了解，你更别说让他主动去纳税了。电商税收政策一旦严格执行，对市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首先，中小卖家的生存压力会大大增加，本来中小商家的利润就非常的薄，一旦严格执行啊，他们的利润空间将会大大的缩小，甚至可能还会造成无利可图。这样一来，大量的中小卖家就会退出市场，市场竞争就减少，最终受损的是消费者。其次，对大平台影响也不容小看啊。平台需要对入驻的商家进行监管，一旦税收政策严格执行，平台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监督和管理，这将增加平台的运营成本。同时，大平台的竞争优势也会受到的影响啊，特别是那些以低价取胜的平台，比如说某多多，一旦成本增加，价格优势将荡然无存啊，市场份额也会受到一定的冲击。我们再来看看跨境电商税收问题吧。跨境电商的复杂性更高了，因为涉及到不同国家的税收政策和海运监管之类的，很多跨境电商都是通过各种手段去避税的，比如说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交易，利用物流渠道的漏洞啊进行这些行为都增加了一个税收征收的一个难度。对于跨境电商来说，税收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其业务模式和盈利能力。一旦严格按照税收政策执行啊，跨境电商需要重新的审视他们的供应链、物流渠道和价格策略，这将对整个跨境电商产生深远的影响。电子发票的普及是实现电商税透明化的重要手段。电子发票不仅可以提高征收税收的一个效率，还能有效防止偷税漏税行为。然而，电子发票的推广也面临很多问题啊。首先，很多中小卖家对电子发票的认识很不足，技术能力有限，难以自主推广。其次，电子发票系统的建设和维护也需要大量的人力跟财力去维护啊，这对中小商家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未来要实现电商征收的全面化，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协调，更切合实际的税收政策，考虑到中小卖家的生存空间，逐步推进税收政策的实施。同时，需要大量的税务的宣传啊，提高电商的一个纳税的意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